在娱乐圈，28岁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意味着黄金上升期、资源巅峰期，也意味着无数来自外界的审视与逼问。对王一博来说，这个年龄标签被不断附加上为什么还没结婚、为什么没有孩子、是不是感情出了问题等复杂的社会期待。然而，王一博并不是逃避这些问题，而是选择了沉默。他的沉默并非无话可说，而是不愿被标签化的人生选择被误读。在一次次采访中，他始终将焦点拉回作品、舞台与自我成长，而非私生活。正因如此，外界才更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但当时间来到28岁，王一博的态度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不再急于回避，也不再刻意隐藏，而是用更成熟、更理性的方式向公众释放信号：不结婚、不生子，并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不愿将就。这不是叛逆，而是一种清醒；不是拒绝人生，而是拒绝被规定的人生。很多人将不婚不育视为对责任的逃避，但在王一博身上恰恰相反。他对事业、对舞台、对角色、对梦想的投入几乎到了极致。他选择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全部投注在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在他看来，婚姻和孩子从来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在内心准备充分、人生节奏契合时才值得开启的旅程。他曾在访谈中提到，如果不能给对方足够的陪伴和尊重，那不如先做好自己。这句话看似平淡，却隐藏着极强的责任感。王一博不愿用仓促的承诺去消耗别人的人生，他更不愿为了满足社会期待去复制一条并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不婚不育对他而言并非拒绝爱，而是对爱的慎重。熟悉王一博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典型的极致专注型人格。无论是街舞、摩托、赛车，还是影视角色，他一旦投入，就会进入近乎偏执的专注状态。这种性格决定了他的人生节奏必然与常规不同。感情需要时间沉淀，而他目前的人生阶段几乎被事业完全占据。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无法全身心投入一段关系，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开始。这种自知之明在娱乐圈其实非常稀缺。他不是不向往家庭，而是明白家庭需要长期稳定的情感投入，而不是被切割成零碎的时间片段。正因为明白，才会克制。早在几年前，容祖儿就曾在一次公开场合评价王一博，他是那种对自己要求极高，不会轻易进入下一阶段人生的人。当时很多人并未在意这句话，甚至觉得只是前辈的客套评价。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现容祖儿的判断几乎精准命中。王一博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清醒，他从不被流行裹挟，也不急于向外界证明我和别人一样。正是这种清醒，让他在人生重大选择面前始终保持理性。容祖儿看懂了他的慢，也看懂了他的坚定。娱乐圈有太多模板式婚姻，到年龄了官宣，到阶段了结婚，到节点了生子。但王一博显然不属于这个体系。他见过太多因仓促进入婚姻而崩塌的关系，也见过太多因外界压力而勉强维持的家庭。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走错一步，代价可能是不可逆的。因此，他宁愿被误解，也不愿将就。在他眼中，婚姻不是形象管理，而是人生工程。王一博从未用长篇大论解释自己为何不婚不育，但他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专注、克制、自知、清醒。他没有否定未来，只是拒绝被催促；他没有封闭内心，只是等待真正适合的时机。这种选择或许不符合传统期待，却极度符合他的人格逻辑。28岁对他而言不是终点，而是更加坚定自我方向的起点。或许我们更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一个成年人自主选择的人生路径会被反复审问？为什么不结婚、不生子会被视为需要解释的异常状态？王一博的选择恰恰提醒了我们，人生并不存在统一模板。
回头再看容祖儿当年的那句话，才发现他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看懂一个人的本质。王一博之所以不急，是因为他清楚自己要什么，也清楚什么时候不该要什么。这不是逃避，而是清醒；不是孤独，而是笃定。当一个人还需要不断向外界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结婚不生孩子，往往说明他仍被评价体系所束缚。但王一博显然已经越过了这个阶段，他不再急于证明我过得很好，也不再急于向世界交代人生进度，因为他的底气来自于清晰而稳定的自我价值。28岁的王一博，事业、认知、心态都处在高度自洽的状态。他知道自己擅长什么，适合什么，暂时不该承担什么。他很清楚，一段婚姻和一个孩子意味着长期、持续、不可中断的情感投入，而不是一个可以先完成再调整的人生选项。因此，他选择暂缓，而不是敷衍。更重要的是，王一博已经建立起一种无需通过婚姻来证明成熟的人生结构。在传统叙事中，结婚、生子往往被视为成年人稳定、成功的象征。但他用另一种方式告诉大众，真正的成熟是对选择后果的充分认知，而不是跟随流程。他的底气并非来自粉丝数量，也不是流量光环，而是对自我边界的清楚认知。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坦然面对外界质疑，却依然不急不躁。王一博被反复追问不婚不育，表面看是私人问题，实际上却是一种社会焦虑的集体投射。人们真正不安的，并不是他有没有结婚，而是他的人生路径正在脱离传统叙事的安全区。当一个公众人物在28岁，事业成功、经济独立、精神自洽，却依然不按部就班地进入婚姻阶段，这会让很多人开始怀疑，如果不结婚也能过得很好，那我们曾经坚信的规则是否真的必要？正因如此，王一博的选择才会被无限放大，反复解读。他无意中成为了一个非主流人生样本。但值得注意的是，王一博并未高调宣扬不婚主义，也未将个人选择上升为价值对抗。他只是安静地活着，却让无数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是否出于自愿，还是被推着走。这种无声的冲击反而更具力量。他并不是在反抗社会，而是在证明人生可以有多种正确答案。回看容祖儿当年对王一博的评价，之所以在多年后被反复提及，是因为他看透的并不是他的当下状态，而是他的人生节奏感。王一博从出道至今，几乎所有重要节点都遵循一个原则：不抢拍、不拖拍、不乱拍。无论是转型演员、坚持舞蹈，还是跨界赛车，他永远在准备充分之后才迈出下一步。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他的情感与人生规划中。他并不否认婚姻与家庭的价值，但他拒绝在未准备好之前提前进入一个需要长期消耗情感与责任的阶段。容祖儿说对了的，不是他会不会结婚，而是他一定会在属于自己的时间点做属于自己的决定。这种节奏感在快节奏、强对比的娱乐圈中反而显得格外稀缺。也正因为如此，王一博的人生看似慢，实则稳。感谢你看到这里，双手合十的人。如果你认同王一博的人生选择，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向下，你觉得不婚不育是一种勇气，还是一种冒险？电灯泡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频道，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深度内容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红心。